将一段绳梯挂在几十米高的悬崖上，顺着绳梯徒手向下攀爬。这位老人要从悬崖上摘取野生的蜂蜜，向悬崖上的岩蜂借蜜，是这位老人的一项特殊谋生技艺。在云南省的伊古洛村，傈僳族村民何志生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悬崖采蜜人，这份技能能让他5到8月份挣到2万块。为了方便工作，何志生一家甚至把房子都安置在悬崖下。他已经在这座石洞里住了大半辈子。由于没有子女，他和外甥熊聚一家一起生活，将外甥的儿子当亲孙子一样看待。然而孙子读书的学费却成了一家人头痛的难题。在开学前，何志生想抓紧攒够孙子的学费。今天他带上外甥一起外出寻找蜂蜜。已经55岁的何志生也想将这门本领传给外甥。他们来到一处悬崖边，这里有一个废弃的土蜂巢。何志生想考量一下外甥的胆气，让他下绳梯把土蜂巢端掉。可是外甥才下了几节绳梯，就害怕得浑身打摆子，他不敢继续往下。迫不得已，何志生只好将他赶紧拉上来。看来外甥离出事还有一大截路要走。随后他亲自为外甥进行了示范，他用长树枝轻松就挑掉了这个废弃的土蜂巢。7月份的横断山，野花遍开，这时是岩蜂最繁忙的时候，也是蜂蜜产量最高的时候。因为外甥还不堪重用，何志生叫来了自己的徒弟何香成。何志生再次认真检查着保险绳，这是他在悬崖上唯一的生命保障。所有工具就绪，他们再次出发了。出发前，他们谨遵祖训，为此行进行祈福，希望能顺利取蜜，平安归来。出发进山后，眼尖的徒弟首先有了发现。如此远的距离，悬崖采蜜人的视力堪比8倍镜，能将蜂巢和颜色相近的岩壁区分开。但蜂巢所在处距离崖顶1000多米，绳梯无法够到，他们只能尝试从下方接近。前人曾经在岩壁上钉过木桩，他们要检查下是否还能使用。何志生踩着徒弟的肩膀，徒手攀上悬崖。一番探查后，发现木架已经有40-50年时间，已经腐烂，完全无法承重。而重新搭建一个架子，需要1个多月时间。他们只能另寻其他岩蜂巢穴。何志生必须抓紧时间，孙子的学费眼下还没有着落，他不想错过现在的大花期。第二天，他们来到另一座山谷，对于哪里有蜂蜜，徒弟何香成已经登堂入室。2个山坡嘛，半阴半阳的那边，你从东边一看，他就看到了那个阳光一射的那个刺光的蜂子飞过的地方，那肯定好找，那里有。这个岩蜂巢比较接近悬崖顶，他们需要从完全没有路的山坡往上爬。要采岩蜂蜜，采蜜人需要从悬崖顶往下放绳梯，再顺着绳梯靠近蜂巢取蜜。采蜜过程危险重重，既有来自跌落悬崖的风险，又有被岩蜂群攻的危机。经过2个小时的开荒式爬山，他们来到了悬崖顶。何志生穿上一身褐色的棕衣，采蜜人认为同树皮一样颜色的棕衣能迷惑岩蜂，让他们免受攻击。接着他们用松枝和松叶做成一个火把，可以用来驱赶剧毒的岩蜂。这就是何志生的防身武器。何志生将绳梯捆在粗壮的树根部，随后抛下绳梯。此外，用来装蜂蜜的桶也要先放下去，否则会刮掉岩壁上的石块，砸伤采蜜人。随后何志生开始向下攀爬，他要先解开缠在一起的绳梯。此时绳梯的长度刚好接近岩蜂巢穴。何志生接上徒弟递来的火把和长勺，点着火把，他开始驱离岩蜂。此时是最容易被岩蜂攻击的时候，要说1针都没扎到，鸡哥是不相信的，大概是扎太多已经产生了抗体。用烟雾驱赶岩蜂，能够不伤蜜蜂。采蜜人最忌讳的就是杀鸡取卵。蜂巢外部是岩蜂储存的花粉，里面的基座部分才是岩蜂储存蜂蜜的地方。何志生掰掉外部的花粉，扶走还依附在蜂巢上的岩蜂。这些岩蜂此时拼命吸食着蜂蜜，每耽误半刻，能取到的蜂蜜都会减少。何志生拿出蜜桶开始取蜜，10斤的蜂巢有1大半都是花粉。处理完花粉，何志生却爬了上去，他想让徒弟来操作。今年31岁的何香成是何志生的堂弟，何志生对他非常严格。对这个人说不好，我见你咋个说法？那人他说错了嘛，下楼梯时候就咋个开发，走错了时候让我打骂，生命危险了。虽然这样会耽误时间，让蜂蜜流失，但何志生还是想抓住每一个机会让徒弟得到锻炼。半小时后，何香成采完了所有的蜂蜜。虽然今天得到的蜂蜜不多，但何志生很满意。徒弟已经掌握了全部的采蜜技巧，傈僳族的这项绝技才不会在他手里断绝。虽然这次端掉了岩蜂的整个巢穴，但明年岩蜂又会回到这里筑巢，如此往复，生生不息。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，分享采回来的蜂蜜。
用苦荞粑粑沾蜂蜜，是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候。